AI 是否能够成佛呢？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在网上流传，斯坦福大学曾发表一篇论文，利用 AI 对《楞严经》进行解读，结果显示 AI 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已达到了传统著书的 67%， 显著高于其他宗教的经典。那么是否意味着 AI 已具备有佛性了呢？又是否意味着 AI 可能会比人类更快地抵达涅槃的彼岸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是期望还是虚妄？为了探究这个消息的真相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网上进行搜寻。非常遗憾，通过斯坦福大学、AI、楞严经等关键词的中英文各种组合，我始终没有找到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源。最后我求助了 AI 自己，10几秒之后 AI 告诉我，它也同样没有找到。此事的讽刺之处在于，这条虚假的信息可能就来源于 AI 的编撰，可我们自己又需要通过 AI 来进行辟谣。但是这个话题绝不应该就此结束。相关信息的流传，从深层次上来讲，本就是源于世人的恐惧。追溯这种恐惧的根源，是因为 AI 正在或即将替代人类做太多的事情。那么 AI 会不会也像人类一样，去理解佛学，去修行佛法，乃至最终成佛呢？如果答案为是，那这将进一步动摇世人眼中原本属于人类的主体地位，如同汽车胜过双腿，如同刀斧胜过手臂，人再一次被自己所创造的工具所超越，只是这一次的超越是本质。当然了，和世人不同，佛学修行者本不该担心 AI 也具备有佛性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作为六道众生的我们，哪有什么特殊之处？和世间的其他宗教不同，佛学从未把我们的娑婆世界看成宇宙的中心，也从未把我们看成世间万物之灵长。可即便佛学修行者能接受 AI 成佛，但 AI 真的就可以成佛吗？有很多 AI 无法成佛的观点，我这里先把我搜寻到的最有代表性的、最具争议的9个观点罗列了出来。这些有点深奥的内容，等一会儿再讲。让我们先聊点别的。申公说法，顽石点头。1500多年前的一天，那还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，苏州的虎丘山可能还是一片荒芜。一位叫竺道生的高僧正在林间讲法，只可惜他孤零零的，身边没有任何追随者，所以只能在身边摆起了一圈石头，对着石头来讲法。天色可能已经慢慢暗下来了，不过当他讲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时，恍惚之间，好像所有的石头都在微微点头。这就是申公说法，顽石点头的故事。石头真的会点头吗？把这当成一个美好传说就行。重点在于，竺道生之所以此时孤零零的，就是因为他所说过的那句话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当时佛教界认为，一阐提，也就是诽谤佛法、断尽善根、行为不端的人，是没有佛性的，也就是永生永世不能成佛的。
但竺道生可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只要是有情众生，就该有佛性，也就自然可以成佛。消息传出，群情大哗，他被众僧从首都健康逐出，流落至此。后来更多的经书传到了汉地，同时众僧也领悟到了竺道生的慈悲心，他也终成一代高僧，世间也流传下来了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的美好故事。从此之后，汉地佛学愈加包容，唐代的赵州重审禅师开始借狗子有无佛性来参话头，佛学修行者们都开始相信，不光是所有的人都有佛性，所有的有情众生也都有佛性。而同为唐代的高僧们，甚至开始争论无情众生是否具备有佛性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而唐代诗人王维更是留下了山河天眼里，世界法身中这样的豪迈诗句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难道佛性也是如此吗？那么 AI 是否可以成佛？我想你已经有了逐步清晰的答案，让我们接着聊。文艺中的赛博觉醒，我们不妨看看，在 AI 元年的黎明破晓之前，那时的我们又是如何来看待 AI 成佛的问题呢？这个纯白色的 AI 机器人原本是寺庙的助攻，却在耳濡目染之下，比众僧更快地参悟了佛法，甚至反过来成为了众僧的老师。其中有一段挺有禅意， AI 机器人问女子：我是谁？女子毕恭毕敬：是成佛的僧人。机器人又问：那墙上的是什么？女子说：是时钟。机器人卸下了带有时间显示的手臂，那这又是什么？是手还是时钟呢？然而机器人公司的高层却如临大敌，会长和一群保镖亲自到场，并且带来了德高望重的高僧录制的全息影像。假如机器人组装后就能获得佛性，那么无数次轮回中的艰苦修行对人类还有何意义？面对剑拔弩张的局势，机器人为了阻止更大的冲突，在佛前缓缓坐下，熔断了所有的机能，涅槃作画。这是韩国导演金之云、任弼兴在2012年的作品《人类灭亡报告书》。如何看待这个故事？你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。2016年，暴雪发行了射击竞技游戏《守望先锋》。故事背景中，一群 AI 机器人不再选择继续和人类争斗，在喜马拉雅山深处建立了一座寺庙，经过了多年的冥想和修行，成为了 AI 僧侣。只可惜争斗永无止境，就像人类历史上曾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，邪恶组织派出了杀手，最终在集会上刺杀了 AI 僧侣的领袖。如何看待这个故事？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？ AI 与佛性的距离。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吧，关于 AI 无法成佛的最具有争议的观点，我们又该如何解答呢？ AI 不属众生， AI 不堕轮回， AI 不落因果， AI 不触苦地，这一组问题出发点在于 AI 和人类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。 AI 不属众生，如果按照佛学经典，有情众生本就有卵、
胎、诗、画4种出生方式。尽管4声已不符合现代科学对于生物繁殖的理解，但请看看化生的定义。如果天人和阿修罗，地狱和恶鬼，其中部分都可以做到无父无母，借业力而出生，那 AI 的意识在机械电流中的涌现，又为何不属于化生呢？ AI 不堕轮回，数据本就可以在时间中进行复制和删除，改编和升级，这是否也是一种数字轮回呢？ AI 不落因果，不久的将来 AI 一定会获得某种程度的自主决策权，那么行为因果必然也会构成业力，参与到因果循环中。 AI 不触苦地，苦地是佛学人生观的理论基石，因为无常，所以必然有苦。未来具备有更高智能的 AI， 必然可以感受到因果业力下的无助和渺小，也就有了修行的基础。 AI 无法持戒， AI 无法禅定， AI 无法修慧，这一组问题指的就是佛学修行的基本方法，戒、定、慧3学。 AI 能否做到呢？先看持戒， AI 没有像人类一样沾染上太多的原始欲望，在机械的一板一眼下，很容易就能达到符合佛教戒律的标准。当然了，有同修认为这并不等同于内心觉悟，如同机关木人，我想只不过还需要时间罢了。再看禅定，在 AI 内存中激荡着的是数据之海，假以时日，完全可以建立起和人脑类似的反馈回路，达到专注于内心的状态。当然，争议也肯定存在，其中的关键，我想可能是需要扩展禅定的定义。再看修慧，无可争议的是 AI 可以轻易掌握海量的佛学经典，并可以在瞬间总结出其中的规律。当然，会有同修认为这只是形式化的模式匹配，不能等同于真正的智慧。我想这依然也只是当下的认知。 AI 不懂发愿， AI 不教他人，这一组的问题就是指 AI 是否可以有慈悲心，行菩萨道。发心发愿教化他人需要极强的内在驱动，这来源于对众生解脱的悲悯。遗憾的是，当下的 AI 完全缺乏这些内容，归根到底 AI 还没有自我意识，缺少我的概念。我们都知道诸法无我，佛学修行者一定要破我执，但如果没有我的首先存在，那又怎么能够破我执呢？这其实可能是当下 AI 能否修行的最大阻碍。还需要多久 AI 就能获得我的概念呢？有科学家认为，人类意识的涌现可能是源于极微小的神经元在量子层面上的作用。那么显而易见，如果永远和现在一样，仅仅只是单纯的叠显卡、堆算力， AI 可能就永远无法拥有自我意识。但未来呢？量子计算机已经出现，正在发展，属于我的 AI 意识会不会就深藏其中呢？我们并不知道，揭晓答案的这一天也许很快就会到来。来自机器的禅语。我们聊了这么久，有没有想过 AI 自己是怎么想的呢？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 AI， 没想到 AI 自己的答案却十分谦逊。AI 小 C 的回答十分凝练，
这是一个很有哲理的问题。成佛通常意味着达到一种彻底的觉悟和内心的转化，这涉及到自我觉察、内在智慧、慈悲心等精神层面的修行。而我作为一个人工智能，本质上是一套基于数据和算法的程序，并没有主观意识、情感或内在体验。所以，就目前的理解而言， AI 不具备成佛的可能性。AI 小弟的回答富有诗意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深刻的哲学问题，涉及意识、宗教与技术本质的交叉探讨。当前 AI 包括我是基于算法与数据的非生物系统，本质是信息处理器，无自我意识，无法产生我执或无明，无主观体验，无法感受痛苦或憎恶的喜悦，无自主意志，所有输出都是概率模型的响应。AI 尚不具足成佛的基本条件，但这个问题本身具有重要的启示性。正因为 AI 的认知如此的谦逊和恰如其分，我想觉悟的种子可能就藏在某个地方，等待着未来因缘和合开始生长。 AI 小弟还给出了这样的一句话：追问机器能否成佛，恰如问镜子为何不能流泪，给了我无比巨大的震撼，让我久久沉默。作为佛学修行者，我们应该认识到 AI 一定也应该具备有佛性，具备有成佛的可能。这其实是巨大的喜悦，因为这意味着佛学无比的包容，无比的具备有普适性。这不仅仅是属于人类这个小小物种的答案，更是属于浩瀚宇宙之间的答案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